北京。这就是这间屋子，万人大礼堂的上下3层加在一起，差不多有1万个座位，所以叫万人大礼堂。不过今天的灯没有全开，所以今天这个观感比电视上的大礼堂要暗一点。万人大礼堂旁边就是辽宁厅，进厅之后能够看到远处的那幅艺术作品，描绘的是沈阳故宫的大正殿。至于它是什么艺术作品，叫什么名字，那就不知道了，太远了看不见。背面这个作品这么近就很好认了。这幅油画所描绘的场景是盘锦红海滩，作者是沈阳画家高阳。走出去之后前面就没有路了，我还纳闷来着，人民大会堂就开了这么点儿。问了工作人员才知道，原来还有个北区可以看。然后我下到1楼奔向北区，从1楼看到了报春图。人民大会堂的报春图有好几幅，而眼前这一幅则是河南画家王承喜的作品。再往前走一段就看到了新闻发布厅。这个屋子看起来很陌生，感觉和电视上发布新闻的地方不太一样。新闻发布厅的附近是台湾厅，进门不远处就看到了一幅郑成功的脱胎雕像，远处有一尊近似材质的雕像，恍惚像是妈祖，但不能走近看，所以不敢确定。其余的艺术作品描述的应该是台湾的山水风景，可惜我对台湾风物知之甚少。如果将来能有机会到台湾走上一圈，应该就很容易辨认了。往前走到楼梯的附近，便来到了四川厅，这是我个人觉得看点最多的一个厅。还没进门口就看到了一幅蜀绣作品，中间大蜀绣的取景地非常好认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都江堰。边上的圆形小蜀绣是大熊猫，可惜没法看背面，也不能确定这个蜀绣是单面还是双面。对面看起来也像是蜀绣，画面上有花有鱼，它应该就是芙蓉鲤鱼。回头看正门上方的装饰是3星堆的青铜太阳轮，你们看这原版的文物，代表的是对太
太阳的崇拜，但长得也很像方向盘。然后我们仔细看墙上的浮雕，这是真正的要素过多。首先最显眼的就是这个青铜人头像，它的原型文物就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里。青铜人头像的附近是蜀字的古体写法。我和好朋友南希在成都逛蜀锦博物馆的时候，看过关于这个知识点的解析。其实蜀字就是蚕的象形字，这也证明此地自古便养蚕织锦，这个习俗是由来已久的。再往下看，这个位置叫铺首衔环，这东西不稀奇，木门宅门哪都有，就不多说了。下边有个眼球突出的大面具，它在三星堆的众多面具里别具一格，它的名字叫做青铜纵目面具，推断是第一代蜀王蚕丛的神像。但人眼睛真的会长成这样吗？猜测是这位蜀王高瞻远瞩，所以后人对他的外貌进行了夸张式的复原，就做成这样了。青铜纵目面具旁边就是大名鼎鼎的青铜立人，这既是三星堆的知名文物，也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。至于他为什么这么举着手，手里之前有什么，那就众说纷纭了。往右边绕一绕，我们就看到了乐山大佛，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。不过在川渝贵旅行的时候，我没去乐山大佛，这些大佛的镜头都是朋友南希帮我拍的。从乐山大佛往右看，这个小的是陶说唱俑，这是一件东汉文物，目前被收藏在四川省博。陶说唱俑的名气很大，甚至在多年以前我们就把它做成表情包了。说唱俑这一竖排有一个很奇怪的造像，感觉像是伏羲女娲浮雕。我在四川省博的画像砖里找到了一块近似的，但还真没在四川见过一模一样的。知道的朋友可以科普一下。最右下角是半面汉阙，为什么它是半面的？因为它的原型，也就是四川绵阳的平阳府君阙，也是半面。中国目前的汉阙大多数都在四川，将来我迟早要过去把它们一一看过来。临走的时候，我被这个柱子上的花纹吸引了，这个画风很像是汉画像石上的宴会场景，但是很可惜，我在四川也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原型。到这里，我们终于看完了四川厅，然后上楼奔向上海厅。这幅壁画的场景很眼熟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，这是浦东新区，这是现代大都市应有的样貌。对面墙上的浮雕描绘的应该是上海市民的生活场景，这个我接触的少，就不展开说了。上海厅的附近是广东厅，进门没多远就看到了赛龙舟的场景，可能那边的龙舟赛氛围比北方要更火热一些。墙上的山水画《春到南岳》是1979年的作品，在那个春天之后便有了深圳奇迹，也有了40年的黄金时代。再往前走一大段，就看到了一幅巨大的画作《江山如此多娇》，作者是知名画家傅抱石，这是周总理亲自约稿审核的国画作品。画中江山如此多娇6个字则是由毛主席亲自题写的。再往前走，能看到一座很华丽的矿山，这是在上世纪60年代由1万多名贵州矿工所敬献给人民大会堂的礼物，因为上边有很多珍贵的天然矿物，所以命名为万宝山。然后我发现前面有个门，走进去之后发现又回到万人大礼堂了。原来这个大礼堂的走廊就是在2楼南区和北区之间往来穿行的通道，看来我又走瞎道了。走到这里，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之旅就结束了。我是连看带拍视频，还走了很多冤枉路，但1个小时的功夫就搞定了。如果是普通游客的话，估计1小时都用不了。如果你到万人大礼堂去打卡，再给自己拍张照片，这个流程10分钟就能搞定，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分配给各个省份厅。这是我们了解各省历史和文化的窗口，我们不用舟车劳顿便可初窥远方的风貌。不过恕我直言，目前只能看到6个省的厅，这开放力度还不够大。希望有朝一日，祖国23个省、4个直辖市、5个自治区，还有2个特别行政区的厅，都能向所有游客敞开大门。相信那时候的参观体验会比现在更好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